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最近真的是好戏连连呀！这些煽动极端思想、煽动暴力，想要在美国输出革命的人，终于遭到惩罚了。面具人，我心里面也是暗爽呀，嘿嘿嘿嘿嘿。虽然面具人我不支持对别人进行攻击，但是咱们先想一个问题啊，邪恶之人要不要惩罚？很多人会说，看情况。要看他有多邪恶，那他具体有多邪恶呢？咱们想这样一个逻辑啊，一个号称要与中共革命到底的革命勇士，他不在中国革中共的命了，结果呢，却跑到美国要革美国的命，要推翻国会，要推翻民主党，要美国内战，建立新美国。那美国落到如此下场了，谁最想看到美国的命被革了？谁最想看到美国内战分裂了呢？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呀，想要判断谁是哪个阵营的，不要看他说什么，只需要看他做的事情符合哪个阵营的利益，就能看明白了，对不对？他们这样做，挂羊头卖狗肉，算不算邪恶？如果你觉得这还不算邪恶，那面具人我再给你们一个逻辑，他们口头说反共，要革中共的命，然后呢，他们以此为借口吸收国内反共人士的金钱、希望、梦想和捐款，反过来呢，却拿着这些人的希望、托付和钱去革美国的命。一方面吸收国内人的资金，削弱国内人的实力，一方面呢，拿着这个吸收来的钱去革美国的命。那这样子做的话，这中间谁的受益是最大的呢？你们自己仔细想想。而那些在国内受压迫的吃毒奶粉、喝地沟油的韭菜们，居然还苦苦地对这些革命勇士抱以期望呢，期望他们能带着美国的义军来攻破中共，解放他们。结果呢，他们却拿着这些韭菜的钱，替中共消灭民主的希望。民主的希望是谁？美国呀！他们现在要在美国内战，要煽动美国的革命，这不是消灭美国吗？你说这算不算邪恶？拿着别人为你反共的钱去革民主的希望，然后呢，他们自己却背信弃义，不讲道义，大搞洗脑，煽动仇恨，让人们丧失了自省能力，丧失了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机会，天天就是盼星星盼月亮，活在一个又一个虚假编织的梦里。这世间最痛苦的事儿，就是让一个绝望的人看到希望，然后再把他的希望砸碎破灭。你说这算不算邪恶？所以说，你看面具人前2天在节目里面说要不要对川普进行赶尽杀绝，我个人是反对的，因为川普只是美国各种社会，比如金融、教育、宗教、民族文化、人种，还有社会资源调配各方各面的一个问题的积累和爆发的代表性人物。而川普他对美国来说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比如说他暴露了美国的资源调配不公，美国的民粹，而且呢，川普在他的任期早期呀，也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美国的经济，这都是他的一些积极作用。如果说美国能够因为川普主义弥补了很多漏洞，改善了自己的缺点，让美国更加团结，民族互相更加包容，那川普也算是有一定的积极贡献。所以说这个人啊，有功有过，社会政治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化学发酵过程，你并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好，一个人的坏，去看整个社会的发展，他们都是有互相关联的。但是啊，像法轮功呀、民运呀，他们不一样，他们并不是说让你融入当地社会，他们并不是说让你了解社会的多元文化，他是在孤立你，他建立了一套自己的说法，并且呢，这个说法是无上限的阴谋论，
可以无限的辩证，无法反驳。然后呢，他所有的这些说法，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做法，都有着他极强的目的性的。这些团体呢，他打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想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他只想让你变得更顺从、更听话，更能被他割韭菜，或者是更能积极的推广他，以至于让他达到出名敛财的目的。这样的话，你才能作为他的利益引擎去驱动他活下去，你才能作为他的喇叭，帮他鼓吹，帮他赚钱，帮他去推广，帮他做广告。那你怎样才能去帮他赚钱呢？你是不是要主动的积极推广他们？那你怎样才能积极的推广他们呢？首先，你是不是要彻底的被他洗脑，彻彻底底的认同他，服从他？这样呢，你才会有相当大的原动力，对不对？咱们平时上网呀，跟网友聊天呀，或者是看一个网络节目呀，看完了就完了，不会说是有那么大的原动力去不停的推广。你顶多就是看个节目，点个赞呀，留个言呀，留言说讲得不错呀，挺好的，然后就完了。你不可能说是主动的去帮他散布谣言，把推广他当为你的工作，每天都去做，故意去维护某个团体，然后呢，甚至攻击某个团体。如果说要达到这种境界，只有两个原因，你们记住，第一种就是你与这个团体当中有非常深的利益纠葛，比如说你给这个团体投资了很多钱，或者是捐了很多款，你出于对这个钱的在乎，你对这个钱的不甘心，你很可能一直维护这个团体，因为你的钱在里面。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你的生活很绝望，并且呢，你被他深度洗脑了。这个组织哪怕是做出来再荒唐、再不合理的事情，你也不会察觉，你会觉得很正常呀。有心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什么大纪元呀、明运呀、吴建民呀、江峰、文昭呀，这些人，你不管是看他们的网站，还是看他们的油管 Twitter， 他们现在所有的言论，所有说的话，所有做的事儿，都已经不太提及国内的新闻了。他们所有的言论，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攻击美国大选上面，天天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什么迫害老弱病残啦，三块硬盘啦，作弊啦，美国要内战啦，川普出动伏兵啦，美国要军管啦，建立新美国啦，天天都是这种言论。他们拿着中国人的捐款和希望跑去搞美国，他们已经不再去回馈社会了，不管中国社会还是美国社会，他们不再去为中国人谋福利，为中国人发声了。他们现在专注于搞美国，在美国输出革命。甚至你看在美国前2天那个中国人博士被突了，挂了。你看他们这些所谓爱中国人民、爱民如子的，为我中华、为民主事业奋斗到底的民主大师，他们有几个人提过？也就是说，你中国人死了活了无所谓，最重要的事情是煽动美国内战，攻击美国的选举。那这种有极强的目的性的，一开始就抱着邪恶动机的邪恶团体，应不应该清除？他们是纯粹的不管从出发点还是过程还是它的结果，它的目的全部都是不怀好意的，全部都是有他邪恶的目的的。你见过哪些人跟了这种团体以后，他的英语变好了，专业技能变强了，还是身体变强壮了？他只会越来越极端，越来越偏激，抱怨社会。在中国抱怨中共不好，那咱们情有可原，中共确实垃圾。在美国呢，抱怨美国不好；在英国呢，抱怨英国左派；在法国呢，又抱怨法国太左，好像全世界都不好。
必须要革命，对不对？你听信了这些人的言论以后啊，你会越来越偏激的，甚至呢变成了神经病脑残。好了，我们接下来啊讲今天的第一个事件啊，这个事儿啊跟言论自由有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多行不义必自毙。香港大纪元又被封了，我为什么要说又啊？其实在去年啊，香港大纪元就已经被封过一次了。第一次封锁是在2020年的11月5日，因为当天呀，这个香港大纪元爆出了美国大选作弊，民主党偷窃美国大选的结果，而这个消息呢，后来也被证实了，是香港的黎智英炮制出来的什么74页假文件呀。后来黎智英被爆出来这个事情以后，他本人也亲自出面澄清道歉了，承认这个事儿是假的。当然了，阴谋论会说这个原理那个原因啊，深层政府、世界政府，对吧？但是咱们就事论事啊，也就是说，当时 YouTube 封香港大纪元的频道没毛病，因为你传播假消息嘛，对吧？这个假消息也被当事人本人辟谣了，对吧？但是呢，因为这个假消息传播造成了混乱，造成的恶劣影响非常大，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个假消息是真的，于是呢，陷入到了一个极端的阴谋论当中，会觉得美国的选举是假的，美国的法院是假的，美国的警察是假的，美国的国会是假的，并且呢，这些人会跟你偷换概念，把美国跟中共划等号，只要美国有一点点问题，或者是做得好的，做得不好的，全部都跟中共划等号，让你过去对中共的恐惧投射到美国身上。事实上呢，美国有高工资，有言论自由，跟中共完全不一样，不可同日而语，对吧？人家有言论自由，有选票，有人权，但是这些人会给你故意混淆，让你心里面把对中共的恐惧转嫁给美国。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个假消息是真的啊，那这些假消息一直发酵下去的话，就会酿成你看围攻国会山，最终呢导致警察还有川粉们都牺牲了生命。很多人被骗呀，他真的会觉得，哎呀，美国被恶魔统治了，美国的背后有阴谋政府，美国人都是邪灵附体，这些在上面的国家官员，哎呀，都是肮脏的，他们竟干一些迫害老弱病残的事情，他们都是撒旦的代理人。这些邪恶团体会利用人们的善心、同理心，去达到他的某种目的，去让他自己敛财。面具人其他的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些信徒跟着这些团体并没有捞到一点好处，但是这些团体越来越有钱，个个住好房子，开好车，大鱼大肉的吃，但是呢，跟你们这些傻逼信徒屁民没有任何关系，懂了没？那一说到这个撒旦代理人，那面具人前天讲的那个节目，一个黑人嘛，被这种阴谋论洗脑了，神经病了，做出了过激举动，脑子洗坏了，真的相信这满大街的人都是恶灵附体，被撒旦附体了。然后呢，他真的就拿起武器上街突别人，最后呢闹出人命。最可悲的就是当事人还觉得自己是在行使正义。所以面具人，我为什么说这些团体是极端邪恶的？他会把人的正义和善念转变为恶行，可怕就在这儿。那面具人，我说到这儿了，你们还会觉得这种有政治目的的，想要煽动动乱的，想要煽动迫害的，或者是想要达到某种利益的这些制造谣言和阴谋论的这种团体，他们是好人吗？你把他的骗局说清楚了，他会告诉你这是阴谋，你怕了，对吧？但是呢，
这些人啊，说轻了会把人变成傻逼，变成脑残；说重了，是不是真的会导致别人互相厮杀，闹出人命？那害的命是别人的命，谋的财呢，是谋到他自己口袋里了。他有自己的谋呀，他有自己的所图呀，这就叫做谋他人之财，害他人之命。所以呢，封他的号没毛病。咱们就想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嘛，你在大选当天，你散布出来了，今天的大选是假的，大骗局，大家一起革命呀，不要相信政府了。并且呢，你说这种话真的是信口开河，张口就来，没有任何的法律文件，没有任何的司法鉴定，也没有任何的判决书，没有任何的警方文件，你就敢空口无凭的凭一张嘴张口就来。并且呢，你如果想反驳他的话，他就会给你说，就像我那天讲阴谋论一样，你反驳他，他就会说，你为什么反驳我？你反驳我，证明你心虚了，你怕了，你才会反驳我。你说需不需要证据？不需要，因为我说的就是证据。你害怕我说的证据，所以你才反驳我。美国的法院、联邦调查局不需要他们给开文件，因为他们都是被收买了，他们都没有证据，他们的证据都是假的。什么专业的司法机构都不需要，他们都是被中共收买了。于是呢，这些信徒一听，被中共收买了，中共坏得很呀，中共喜欢撒谎呀，那美国的政府也喜欢撒谎。听懂了没？很垃圾傻逼的逻辑，中共是坏的，所以美国的民主党是坏的，听懂了没？两国连语言都不通，然后呢，两国就成一国了，两党就成一党了，然后给你洗脑，懂了没？他们就用这种无底线的诡辩、不要脸来给别人洗脑。当然了，随着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发展，上网的人总有聪明的人和笨的人，总有单纯的人，但是互联网它的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所以呢，他们这些骗子总是能够骗到人，骗子总是能够在网络空间中得手。那面具人，我就问你啊，你仅凭着这种没有任何合法资质、合法鉴定的张口就来的骗局啊，煽动大家说这个选举是假的，我们要推翻它，结果呢，真的有人听了你的话了，上街去推翻了，拿炸弹把别人干死了，你说这个责任谁来承担？是你江峰来承担，还是你文昭来承担？对不对？你法轮功天天说你说的是真相，那你凭什么又能说别人说的不是真相呢？对吧？你这就是未审先判呀，你这就是妥妥的独裁呀，对不对？你做人能不能讲理啊？什么是言论自由啊？你说的就是真相，别人说的就不是真相，只要跟你不一样的都是傻逼，都是假的啊。那什么是言论自由？面具人，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啊。江峰口中的言论自由，江峰这个猪头人，妥妥的就是把民主曲解到极致、双标的那种猪大肠里面的臭猪屎，天天在那儿喊，推特不让他说话了，那个油管也不让他说话了，那个 Facebook 还是不让他说话了，限制了他的言论自由了。那人家油管、Facebook、Twitter 都是私人公司，对吧？那你江峰也是私人，大家都是平等的，对不对？你玩油管、玩 Twitter、玩 Facebook 的时候，你注册账户的时候，你就是要跟人家签协议的，遵守人家的平台规则，人家平台有最终解释权。那要么你别玩，你有本事自己建立一个网站嘛，你自己建立一个网站，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嘛。但是你江峰不能跑到人家家里面拉猪屎，并且呢，人家把你赶出来了以后，你还说人家不让你在人家家里面拉猪屎，是独裁，是集权，不给你民主。对不对？你江峰天天在网上造谣，说美国要内战了，说美国应该开始大抓捕了，说美国要军管了，要戒严了。你江峰天天在网上造谣就可以，你天天说拜登迫害老弱病残，说拜登有3块硬盘、80页文件，什么天堂岛呀、美丽岛这些事件可以，合着那就是你跟别人吵架，只能是你骂别人，别人要把嘴缝上闭上，不能反骂你，只能被你骂。这就是江峰他要的言论自由。
那就是我可以骂你，你不能骂我，而且呢，你不能不让我骂你。如果这种人都能称之为大师的话，那我告诉你啊，洗脚房里面那些流氓不要脸的地痞无赖，人人都是大师，就像那个什么微雨看世间一样，张口就来说人家彭斯迫害了100多个还是300多个老弱病残啊，跟这些老弱病残发生了不良关系。哎呀，微雨呀，我都想问你，你他妈的，你一天换一个，你也要不休息的迫害1年，才能迫害300多个老弱病残。人家彭斯有那么多的时间吗？再说了，一般呀，能说出这种恶心事情的人啊，往往他自己就是这么干的。你看微雨的那张脸啊，明显就像是，哎呀，怎么说呢，未老先衰吧。我不知道他是48了还是51了啊。总之呢，就是在40、50岁之间啊，可能超过50了，因为有美颜看不清啊。看他的面相跟韩梅大姐年龄差不多，甚至感觉比韩梅大姐还老一点。但是呢，他说他自己是28岁哦。你说一个28岁的人长了个50岁的脸，哎呀，我的妈呀！你能让别人相信吗？当然了，面具人刚才说了，和别人发生了不良关系嘛。这微雨勤勤恳恳的1年把3年的课都接完了，甚至面具人我怀疑他1年能把30年的课都接完了，不难呀，每天晚上弄上10几次，别人干10年等于他干1年嘛，赚钱增收无可厚非嘛，养家糊口嘛，每天多弄他几下就把他弄老了，那个西红柿都炒成黑木耳了。那观众朋友们，你告诉我，一般是什么样的女人才会搞如此频繁的不良交易呢？你别说面具人我造谣啊，能够为了赚打赏骗人赚广告费的这种人啊，为了广告费狗粮单纯的骗人，还不提供服务，他连洗头房的老阿姨都不如呀，人家至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微雨是纯骗呀。在这里呢，面具人想要颁2个奖。第一个奖呢，面具人我称之他为最佳猪粪奖。得这个奖的人呢，首先呀，他的脸要长得像猪屁股，并且呢，他的这个脸上面还要开一个洞，那个洞呢，就要像猪后门呀，这样呢，才能从这个洞里面喷出来猪粪。不，这还不行，这个洞里面喷出来的这个东西必须要比猪粪还脏，比猪粪还没营养。人吃了猪粪都会死人，那听了这种人喷出来的话啊，会生不如死。那坐牢可不就是生不如死吗？所以呢，得此大奖者必然是江峰老史莫属。那为什么面具人说听了猪菊花喷出来的洞的话会坐牢呢？你看啊，在大陆这个独裁政府，他是坚决反对法轮功的。你在大陆，你说你练法轮功，你肯定要被抓，你肯定要坐牢，对吧？好，你在大陆说练法轮功会被抓，但是呢，你跑到了西方，跑到了美国了，你听了法轮功给你说围攻国会山，拿起你的枪上街游行干死民主党，拿起你的武器去革美国的命，你的这种行为被美国的警察发现了，你还是要坐牢呀，对吧？合着是在国内在国外听了法轮功这帮人说的话都要坐牢呀，对吧？同样的，微雨也有这个属性。你在网上你敢造谣说人家彭斯哎呀勾兑了300多个老弱病残呀，是不是？那真让人家彭斯看到了你这种污蔑人的人身攻击，人家不得告你呀？人家告你，你要不要赔钱？你赔不起钱，你要不要坐牢呀？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这些法轮功的人希望你们坐牢呀？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呀，因为你们给他捐了大量的款，尤其是那种狂热信徒啊，捐的款你是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的，几万、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所以呢，他们自己也知道，作为骗子，他们自己心里面最清楚的就是骗术谎言迟早有揭穿的那一天。那他骗了这么久的钱，拿了这么多的捐款，他的谎言被揭穿了，你们找他退钱怎么办？那还不如直接早早的先把你们送到监狱里面，一了百了，你也不可能找他退钱了，对吧？
好，最佳猪食奖颁给江峰。那么还有一个奖呢，叫做最佳敬业奖，颁给咱们今天的女神微雨啊。你说一个女的自称28岁，却长着50多岁的脸，看起来比那个韩梅阿姨还要年龄大，对不对？你说一个人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年365天接700多天的客人，不对，一年365天接7000多天的客人，他能不提早衰老吗？对不对？他给多少人送去了这种女人的关爱，甚至给多少人送去了母爱的关怀？他不伟大吗？难道不应该给他颁这个奖吗？那你们说，面具人，我说这种话算不算造谣？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我面具人跑到他微雨的群，跑到他江峰的群说这些话，他们肯定是要把我封了的哦。合着就是江峰可以封别人，别人不能封江峰。江峰就可以把人家祖宗18代骂了，微雨就可以说人家杰克，对吧？别人还不能反驳他，所以呢，这个逻辑理清楚了。我们再来看法轮功这个所谓的报道啊，大纪元时报一直秉持着守护真相，站在极权最前线做报道。香港大纪元新唐人联合新闻频道在 YouTube 平台经营多年，透过各类影片传达真相，反抗极权。然而呢，频道报道大选选举舞弊议题，怀疑踩踏红线，2个月内惨遭2度封锁账户。一场美国总统选举，人类的善恶本性尽现。看到这儿啊，面具人我就想不通了。这个法律就是法律，选举就是选举，今天可以选你，明天可以选我，怎么就牵扯到了人性的善恶了，甚至牵扯到上帝鬼神了？那你既然要强调人性，强调人治，你是不是等于不相信美国的法治，不相信美国的民主了？美国的民主，美国的法治必须是服从于人性之下的吗？观众朋友们，法律难道不是用来约束人性当中的恶的吗？法律难道要屈居于人的人性之下吗？你想想，人如果没有道德，没有法律，没有规则来约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干谁就干谁，这就是人性呀，对不对？来继续看啊，这个 YouTube 在美国大选期间一共2度封锁香港大纪元旗下的账户，首次是发生在去年11月5日，当时美国大选投票日后，香港大纪元率先爆料出多宗怀疑选举舞弊的事件。YouTube 向频道中的一条影片提出了警告，作为幌子，一度暂停了频道上传影片多天。在今年1月6号，又把法轮功的频道给封了。他说他自己被封是因为自己做的对，别人做的错，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我们伟大的轮主席永远都是伟光正的，伟大光荣正确。甚至他可以搬出来什么神呀、鬼呀、上帝呀这种至高无上的你不能反驳的东西，证明他是正确的。他大逆不道呀，亵渎神灵呀，绑架上帝来给自己背书呀，并且呢，他自己明明是个宗教，他又是拜佛了，又是拜上帝了，又是拜他自己的神了。你觉得有哪个宗教是这么搞的，对不对？然后呢，给你扯了一大堆，绕了一大圈啊，他就是不说，每个人跟油管签署盈利条约的时候，你拿人家的钱替人家办事儿，你赚人家的钱，拿人家的工资广告费，你就必须遵守人家的规定。你既然把这个钱收了，你就必须要履行你自己的义务。你也可以说你牛逼，你看不上这个钱，你可以不签，没人不让你签，对吧？这就是自由。你在中共，你不得不签，你不得不服从，但是你在美国，你可以有不跟他玩的权利，在中国你没有。同样的，你像江峰说，哎呀，我不给你言论自由啊，跟我刚才骂江峰的一样啊。我再给你们讲个故事，你在我家里面吃饭，然后你骂我妈，你骂我爸，你骂我老婆，
啊，你把我祖宗18代都骂了，挑拨离间，戳是非，那我可不可以请你出去，把你赶出去？可不可以？这是我的家。你哪怕是在你家里面关上门，你随便骂，只要你不让我听见，你爱怎么骂就怎么骂，对不对？但是呢，你出了这个门，你在邻居在周围背后污蔑我，造谣我，并且你没有任何证据，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你造谣我，我也可以让你闭嘴，懂了吗？同样的，你说你在油管上面，哎呀，油管又不是你家，油管是公开媒体平台，对，是，但是油管是私人公司，你在油管上面煽动来煽动去，让别人拿起枪来去上街革命，最后闹出人命了，谁来承担？你来承担，还是作为平台的老板来承担？江峰文昭肯定会说，哎呀，跟我没关系，他们自己干的，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不是我干的，对吧？所以呢，你们仔细观察啊，这个法轮功，他所有的媒体，所有的人啊，他们的口径，只要是一出问题，他们就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他们比中共还会推卸责任。中共有时候还说，哎呀，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有贫穷，我们要消灭贫穷，我们要奔小康。但是法轮功呢，直接把自己和神划等号了，说自己神灵附体，不吃药不看病，驼背一拍就直溜。同样的，你开公司呀，它也是自由市场呀，它就是这样，你并不用去依赖谁，你也不要想去通过侵犯别人的权利让别人帮你负责。你可以开网络公司，他可以开网络公司，我也可以开网络公司，我没有逼着你用，我也没有拿狗链拴着你不让你走，你可以离开我这个平台，自己搭建你的平台来干死我，懂了没？你可以自己制定你自己的规则，只要不违反侵害公共利益，知道吗？人家提前给你把规则制定好，你愿不愿意签？你可以选择不签，你可以选择不玩，但是你既然签了，你就要讲诚信，不能说这是历史性文件。油管这些大 V 骗你们，但是骗不了面具人我，知道吗？咱们拿油管的钱的时候，必须要遵从油管的规则，是跟人家签协议的。这个面具人我作为频道主，我是可以给你们保证的，对不对？你违反了别人的规则，就可以封你的号，你不爽，你可以自己去开公司呀，对不对？没人不让你开嘛。你自己开了公司以后，你也可以去封别人的号嘛，对吧？那么多的平台随便你选呀。同样的，你说亚马逊关了人家的服务器，对不对？人家签署服务器托管协议的时候，里面都有条条框框，律师写的很完全的。人家早就想到了，双方的合作协议并不能带来对双方公司的损害。如果亚马逊受到了损害，人家可以单方面终止合同，因为人家是托管方，懂了没？一天到晚没文化不懂法，还要在网上乱吹牛逼乱害人啊！但是你们要记住啊，不管你们谁开公司，怎么开公司，你作为老板，咱们将心比心嘛，有同理心的换位思考一下，来想一下啊，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希望你的公司下面有像江峰呀、文昭呀、老黑呀这种员工，他妈的不停的给你造谣、挑拨离间、煽动是非，甚至是号召你公司里面的员工拿起枪上街去干别人，你作为公司的老板，你会允许这种事情的发生不？啊，你不允许。好，江峰就说你是中共的人，你是中共思维，那你怎么和他讲道理啊？如果说你的员工真的被江峰文昭洗了脑以后，拿起武器上街去干死别人了，你的心里面愧疚不？你作为老板，你要不要负责任？对不对？你作为一个老板，你会不会愧疚？不知道。但是你作为平台的老板，因为你的平台散播出去的言论，直接导致别人挂掉了，你作为平台的老板，你是200%要负责任的。所以面具人，我问你们，你作为平台老板，你会不会阻止江峰、文昭、老黑这种
号召你的员工上街去干死别人的行为，你会阻止，证明你至少是个人，有个人的基本逻辑。而江峰、文昭、老黑这种人啊，那都已经不能叫人了，知道不？那都叫猪菊花、猪粪。他们自己不敢干，然后呢，背地里面煽动别人去干，并且呢，是为了他们自己那点钱，为了那点狗粮，为了组织的任务，他们就可以肆意的无视别人的智商，把别人的家庭破坏，把别人的国家破坏，把别人的大脑破坏，把别人的性命破坏。面具人，我就想说，让这种人当老板呀，那简直完蛋了啊！那真的是生灵涂炭呀！这种人为了钱，什么事情都能干，让这种人呀领导国家，你愿意跟着这种人混吗？面具人，我告诉你，他们这些人啊，现在只是有一个网络空间的权利，就如此的霸道啊！说别人霸凌他，一会儿拉黑你，一会儿封别人的号，他自己可以封别人的号，别人不能封他的号。就仅仅是在如此小的网络权利中，他就如此的专横霸道。如果说让他掌握生杀大权的话，面具人我都不知道多少人要生灵涂炭呀。当然了，这些人之所以一直混迹于社会底层，去欺骗那些比他更弱更无知的人，他始终无法爬到更高一层，也证明了人类目前的这个社会还是有良知的，有人性的，还是以道德为主宰的，有理性的人还是占很大一部分的。不然的话，疯狂到让这些人真的是爬到高位了，那才是灾难的开始。你们想想，他们在没有什么权利的时候都已经有这么大破坏力了，他们只是在底层呀。他们现在就是说，美国只要不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呀，什么美国的政府、美国的法院，所有的东西，一切的东西，包括国会，全部要砸烂，全部要革掉命，全部要破坏，全部都是假的。只要你反对我，都是假的，都是阴谋政府，你就是被恶魔附体了。好了，简单的来讲一下今天的第二件新闻呀。河北省卫健委官方网站5日发布消息，自2021年1月5日起，将邢台市南宫市凤岗街道办事处调整为中风险地区。目前呢，石家庄市增设高风险地区。截至1月5日9时，全国共有48个中风险地区，1个高风险地区。那至于中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过年前突然开始从新闻上大肆的报道疫情的事情啊，面具人我个人认为，这个疫情其实一直都存在，只不过要看中共的舆论控盘了，他想不想让你爆出来，爆出来了你就能知道，不爆出来给你全网封杀了，那大家都会觉得没有疫情，歌舞升平嘛，对吧？那中共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爆出来，面具人我个人认为啊，有2个原因。第一呢，中国人逢年过节喜欢扎堆嘛，走亲戚嘛，聚会嘛，这个对中共来说，他其实现在很怕人们聚集聚会啊。当然了，有疫情也不应该聚会聚集，对吧？他刚好就利用这个疫情不让大家聚会嘛。如果大家聚会的话，很容易发生一些不安定事件，甚至说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以后，真的有什么团体要搞串联、搞革命，那对中共来说是很不利的。所以呢，刚好挂羊头卖狗肉，对吧？刚好就利用这个疫情不让大家聚会。哎呀，你像现在中共的农村里面啊，弄个什么歌舞会啊，超过多少人都是需要报备的，家庭聚会也不能超过多少人。现在这些规定都是顺着疫情出来了。那么第2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打针不就是马上要出来了吗？估计也就是今年年中或者是中下旬。那在这个阶段持续炒作的话，也有利于大家接种这个打针的动力更大嘛。反正面具人在这里还是奉劝大家多学习新鲜的知识，多锻炼身体，出门在外注意安全，然后呢，戴好口罩。拜拜。